各位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大佛下的鬼影。在四川解放前夕，在乐山大佛下经常发生神秘而恐怖的凶杀案。一天，年轻的佛教学家司徒俊突然收到一封署名为安康的信，约他到乌油山上的凌云寺相见。当他来到岷江边时，发现土匪头子沙陀爷的家庭教师孟杰神秘地尾随着。司徒俊来到了凌云寺，却找不到安康。一位热心的小和尚叫他到峨眉山上去找。这时，在树丛中有一双阴险的眼睛正紧张地注视着他。在去峨眉山的路上，司徒俊来到阴森森的麻号崖墓穴参观石碑。突然，一个黑影向他扑来，漆黑中，司徒俊被人按在了地上，卡住了脖子。黑影吆喝着要司徒俊讲出藏大佛财宝的秘密地点。司徒俊感到莫名其妙啊！突然，那个黑影惨叫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原来他背后给人插了一刀。警察队长翁建明和队副郑汉闻讯赶来，司徒俊认出了翁建明就是他的老同学呀，便讲出了安康来信的事儿。翁建明认为这个事儿以及接二连三的凶杀案都是和佛宝有关，而焦点就在司徒俊的身上，让他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在一家普通的饭馆里，不远的两张桌子上各坐着两个人，一边是沙陀爷和他的手下瘦猴，另一边是两位农民打扮的山里人，其中一个长满络腮胡子。他们同时都在打司徒俊的主意。司徒俊在峨眉山的万年寺遇到了上山讲经的年迈高僧海能法师，而跟随海能法师的正是在凌云寺为司徒俊指过路的小和尚。海能法师说他认识安康，于是司徒俊在万年寺住了下来。一天，两个身材魁梧的武和尚凶神恶煞地闯进了司徒俊的房间，说愿意帮助他得到一笔不义之财。司徒俊坚定地回答他们，不义之财我分文不要。武和尚则一掌把他打倒在地。这个时候，海能法师出现在了门口。他说，我就是安康，因为事关重大，我不得不考察一下你。你应该是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等我们回到凌云寺，将把一切中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你。就在司徒俊、海能法师和小和尚回到凌云寺的时候，翁建明、郑汉、大胡子沙陀爷、瘦猴，还有孟杰和沙家的杨小姐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了凌云寺的附近。一天夜晚，海能沉重地对司徒俊说，你父亲啊，原来是乐山驻军的首脑，他筹集到了一笔巨款，准备用来维修大佛，豪门权贵就要侵吞他。你父亲悲愤之极，请来了一位叫莫哥的石匠，把他藏了起来。后来啊，你父亲出了家，权贵又派人追到了河南少林寺，逼他说出藏佛财的地点，你父亲就被迫自杀了。莫哥呢，也被沙陀爷抓去挖掉了双眼，含冤而死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我是你父亲的好朋友，他留下了遗言，要我有朝一日把这笔钱财献给开明的当政者，用于重修大佛。如今呢，我已年迈体衰，才把你找来，准备让你继承父业。说着，他端起台烛，小心地巡视着门窗。还能凑近司徒俊，低声地告诉他，这些财宝啊，藏在了一个暗室里，暗室的位置呢，写在了一首无名氏的诗里，而这首诗又分别刻在了两块石碑上。这两块石碑呀，分别埋藏在两个墓穴之中。海能继续低声说道，在大佛两耳相对的直线上，离左耳10丈，在背佛而去5丈。
第一块石碑就埋在那里的一个已经封闭的墓穴里。还没说完，这时候一双眼睛透过屋顶的亮瓦向下窥视着。海能法师突然刹住了话，他发现屋内佛像的背后竟然露出了袈裟的衣角。他取下挂在墙上的宝剑，向佛像背后猛地刺去，利剑插进了板壁，袈裟不见了。他俩连忙推开窗户，向四周巡视，从地上的投影看见有一个人俯身在屋脊上。海能法师神色紧张，认为他们已经被人监视了，他就叫司徒俊马上回去睡觉。司徒俊走后，一把匕首伸进了门缝，拨开门栓，一个穿着黑衣戴着山怪面罩的人用涂黑了的手捂住了海能的嘴，用匕首威迫海能说出第二块石碑埋藏的位置，不然就挖掉他的双眼。良言可挖，佛才难得。海能法师与黑鬼打了起来，只打了几个回合，海能法师就招架不住了，被劈倒在地，嘴里流出了鲜血，一只血淋淋的眼睛被挖了出来。嘎的一声，又出现了一个山怪面罩人，两人衣着一样，只是第二个的手没有涂黑。嗖的一声，第一个面罩人将还滴着血的匕首向后面的一个面罩人扔去，两人打了起来。两个山怪面罩人飞身跳上矮房，继续打斗。司徒俊闻声赶来，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海能法师，惊叫起来。两个交手的山怪面罩人听见了喊声，立刻停止打斗。黑手面罩人纵身跳下房去，白手面罩人则掏出一支手枪，正准备射击，突然一只飞镖打来，将他的手枪打落。他急忙跳入黑暗中。和尚们纷纷跑出来，小和尚分开人群扑向自己的师傅，悲哀地哭出声来。在凌云寺借宿的孟杰和杨小姐也被惊醒，走了出来。司徒俊则怀疑地上下打量着孟杰。报告了警察局后，翁建明和郑汉来到了凌云寺，发现孟杰两人已经从后山的小路上下山了。翁建明吩咐郑汉留下来继续搜索，自己呢则带着司徒俊去追赶孟杰。他们在铁索桥上追上了孟杰，杨小姐却作证，他俩是偶然留宿凌云寺的。翁建明只好放走了孟杰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司徒俊把海能法师救世安康的事儿告诉了翁建明。他们决定当晚就去挖第一块石碑。深夜，一个山怪面罩人用镐头把墓穴洞口打开了。这时又走出一个扛着锄头的山怪面罩人，他们就是昨晚上那两个面罩人。两人相遇，又厮打开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草丛中跳出了一个人影，匆匆地钻进了墓穴。两个山怪面罩人正在追赶着，后面的把镐头飞了过去，深深地扎进了一棵大树。又一块飞石打来，把一棵小树打断了。翁建明和司徒俊则来到了墓穴洞口，两个面罩人急忙闪入树丛。翁建明和司徒俊打着手电筒钻进了墓穴，在洞壁上发现了一个小方洞，地上则留有一堆新土和那把锄头。原来石碑已经被人盗走了。第二天，翁建明和郑汉在街上碰到了背着背囊的司徒俊。司徒俊告诉他们，海能法师怕再招来灾祸，决定离开此地。翁建明则叫司徒俊先别走，晚上9点，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司徒俊走后，翁建明则吩咐郑汉守在沙陀爷家门口，不要让孟杰跑掉，因为他有许多可疑之处。这时，大胡子农民正从他们身边走过。晚上，司徒俊在乐山馆的住房里看着海能法师抄赠给他的一首李白诗，突然发现了印章上就写着石碑的秘密。这个时候，郑汉进来了，
说翁建明请司徒俊到凌云寺的山下相见。翁建明在沙家门外找不到郑汉，正感到奇怪呢，大胡子走过来说他知道郑汉的下落，翁建明就跟着大胡子去找。郑汉和司徒俊来到了江边，郑汉叫司徒俊在岸边等着，他过江去找翁建明。这时候房间里翁建明正背窗伏案而坐，一动不动。突然窗外一个山怪面罩人嗖嗖地抛出2只飞镖，翁建明后心中镖倒下。郑汉悲伤地抽泣着回到江边，告诉了司徒俊，翁建明已经被山怪面罩人杀害了，并让他赶快去找海能法师商量怎么办。而与此同时呢，翁建明、大胡子、孟杰则站在了翁建明的稻草尸体旁。原来刚才被匕首射中的只是一个稻草的假的翁建明。大胡子告诉翁建明，那个抛出飞镖的山怪面罩人就是郑汉。翁建明十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，孟杰则告诉他四川快解放了，希望大胡子能够弃暗投明。凌云寺突然火光冲天，放火者是一个山怪面罩人，他背起蒙着眼睛的海能法师，跟随兽猴下山来。刚巧碰到了郑汉和司徒俊，郑汉迎上前去，一掌击倒了兽猴，与山怪面罩人打了起来。面罩人招架不住，被郑汉打死。司徒俊上前马上撕开了他的面罩，大吃一惊，原来是小和尚。郑汉却一阵狂笑，小和尚早已经被沙陀爷收买了，哈哈哈哈！你们俩也落在了我的手中啊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原来郑汉是个军统的特务，他的父亲就是逼死司徒俊父亲的元凶。正当郑汉逼迫司徒俊讲出财宝秘密时，孟杰等人及时赶到，他用长鞭打掉了郑汉的匕首和手枪，郑汉滚下山坡，惊慌逃窜。沙陀爷接到兽猴的报告，带着大小爪牙奔上山来。郑汉表明了他的特务身份，也一同上山。沙陀爷叉腰运足气，一头把门就撞开了。沙陀爷一伙与大胡子等开枪对射，孟杰用长鞭抽倒了2个家伙，一个家伙被鞭子缠住了，拖在地上乱滚。沙陀爷发现了孟杰，便向他冲了过去。沙陀爷扔掉打完子弹的手枪，掏出钢弹向孟杰打去。孟杰眼疾手快，接住了钢弹，又掷了回去。钢弹相撞，火星四溅。沙陀爷用头疯狂地面向孟杰冲来，孟杰飞身一跳，闪到了一旁。一个武和尚用头和他相撞，发出金石般的声音。武和尚被沙陀爷撞倒在地，头颅破裂而亡。孟杰也被沙陀爷撞倒在地，满脸鲜血。沙陀爷运足气准备再冲，就在此时，孟杰接连打出2支袖箭，插进了沙陀爷的嘴里。沙陀爷惨叫一声，滚下了悬崖。在大佛顶上，翁建明飞起一脚，将郑汉踢了下去。终于胜利了，大伙们围着刚刚苏醒的海能法师。大胡子告诉大家，孟杰呀，其实早在暗中就保护着司徒俊，第一块石碑呢，就是他抢出来的。说的孟杰红了脸，不好意思的低着头。而2块石碑放在凌云寺的课堂里，连着读起来刚好是一首诗：做官事邪正，佛眼界限中，后人若怀古，山上看苍松。取其头尾8个大字：做佛后山，正中武松。墓穴的洞门打开了，一座半人高的纯金佛像光彩夺目。孟杰上前抱住佛像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人们愕然，
大胡子深情地告诉大家，她就是石匠莫哥的女儿。财富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，众人悲喜交加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你们订阅、评论和转发。再见。